说到达芬奇呢，大家都知道他是天才，但是他也有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身份，那就是他还是一位预言家。他所有的预言呢都被保存在了一本米兰古代的文献之中，而这本书的名字被称为《大西洋法典》。这是达芬奇40多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作品。这本书的内容呢涵盖了一切，包罗万象，都是达芬奇博学多才知识和思维。而达芬奇的设计图纸呢已经超越了他的时代了。比如说他曾经设计了飞机、潜艇、坦克、火炮、太阳能、降落伞，以及我们现代汽车上的自动变速器。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呢，达芬奇呢还发明了有史以来的首台机器人。那么在这些设计中还夹杂着一些当时人类看不懂的语句，而这些语句呢就是在预言未来。比如其中有一句呢说，来自2个遥远国家的人将彼此交谈，人和人之间有一条线，当人们站在不同的半球的时候呢，他们将互相交谈、触摸和拥抱。这难道不就是在预言未来的智能手机，或者是更远的元宇宙吗？他还说了，把山上取下来的泥土运到海里泥土运到哪儿呢，海就退到哪里。这不就是预言人类可以填海造陆支配海洋吗？他还说，人将被大畜生拖着走，这个大畜生奔跑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一旦出事呢，他驮的人呢都将会走向死亡，而且是瞬间的死亡。这不就是在预言未来的汽车、火车吗？一旦出事故都是很严重的事故。而达芬奇呢，在他最著名的画作《最后的晚餐》中隐藏了末日预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可以看到未来的种种影像呢？让我们进入达芬奇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小唐。达芬奇呢，出生于1452年的4月份，在芬奇的托斯卡纳小山镇阿尔诺河流域的山谷附近。当时这个地方是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地。达芬奇的父亲呢叫瑟皮耶罗·达芬奇，是佛罗伦萨的法律公证员，因此十分富有。他的母亲呢卡泰丽娜呢是农妇，达芬奇呢则是他们的私生子。达芬奇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姓，人们通称的达芬奇呢是意大利语，是来自芬奇城的意思。他的全名是芬奇城皮耶罗先生之子里奥纳多。关于达芬奇的童年所知甚少，他5岁前呢和母亲一起居住在芬奇的村镇。在1457年以后他和他的父亲、祖父母、叔叔弗朗切斯科呢居住在芬奇小镇。他的父亲呢和名叫阿尔比耶拉的16岁女孩结了婚。这个女孩呢非常喜欢达芬奇但是死得很早。而达芬奇16岁时呢，他的父亲又和20岁的弗朗西斯卡·兰弗雷迪尼结婚了。直到他的父亲第3次和第4次结婚之后呢，达芬奇的父亲才有了合法的孩子。传说达芬奇没有正式的学过拉丁语、几何以及数学。后来达芬奇记录了他小时候的2次意外。他说在他小的时候，一只猎鹰呢在他的摇篮之上盘旋，他的那个尾巴的羽毛还扫到了他的脸。还有一次呢，是他在山里面探索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洞穴，虽然害怕里面藏有野兽呢，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最后他还是进去一探究竟，居然在里面睡着了。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些幻象，从此以后呢，他就能够在睡梦的幻境中接触到一些未来的技术了。列奥纳多·达芬奇呢，常常被描述成一个博学者中的典型，一个有着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以及活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的人。他被广泛的认同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或许他还有所有人中拥有最多不同类型天赋的人。按照艺术的史学者海伦加德纳的说法，他说他的兴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的深度，而且他的思想和人格似乎是超出了常人，而且他本身呢又是神秘和疏远的。达芬奇曾经预言过非洲卢旺达地区的一个惨剧。他在预言里就说非洲的城邑在你们那里呢，你们自己的儿子必被人看见，在自己的屋子里呢，被你们国家最残酷的人会撕成碎片。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最残忍的人所撕成碎片呢，这明显就是在非洲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内战嘛。不过达芬奇所处的年代呢，除了埃及北部的非洲地区呢，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都属于奥曼斯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非洲的其他地区当时还没有国家。在1994年呢，非洲卢旺达就发生了一场长达100天的血腥屠杀。这一事件呢，当时让全世界为之震撼。而达芬奇的研究人员从大西洋的法典里面收集到了170多条达芬奇的预言，并将这些预言呢都分析解读，甚至还有一些无法理解的。比如说，巨大的蛇呢在巨大的高度上与鸟类搏斗，这一段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好像是在描述一场现代的空战。一枚导弹呢从地上射出在空中追逐着一架战斗机，引擎排出的气呢在空中飞舞，就像是一条蜿蜒的毒蛇嘛。但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推测嘛。
还有就是他还说了，从地下出来的东西啊，其可怕的声音会使所有人靠近他的人目瞪口呆，并使人呢由于他的呼吸而死亡。他将摧毁城市和堡垒。这说的好像是火山爆发呀，声音震耳欲聋，岩浆呢从地下喷涌而出啊，摧毁一座城市。不过达芬奇居住的意大利火山众多嘛，大家都知道，那他用这样的风格来描述啊，就很诡异啊。难道会是地底下出来别的东西吗？而如今呢，达芬奇手稿的研究者们最关注的就是达芬奇生前的10多年前啊所做的那些看似预言般的文字和草图，他到底写了些什么呢？上面就写了大水呢将冲破河岸，巨大的波浪呢将向人们涌来，其中最大的一股浪潮将摧毁城市、农舍和墙壁。与之匹配的呢就是几幅没有画完的素描，因为还没有完工，所以看上去呢就是黑漆漆一片，只有近看呢才能够看出一些细节。第一张图呢是一片绿色的小山坡，洪水呢汹涌而至，庞大的山丘呢在这突发的洪流之中分崩离析，掀起了一道惊涛巨浪。那么这些被冲得4分5裂的碎片呢，就像是一颗颗炮弹般朝四面八方坠下，将书页下面的景象呢彻底的破坏。之后呢，一些速写呢就更加的凌乱了。其中一张描绘了一座被滔天的洪水所环绕的城市，在洪水中的墙壁呢若隐若现，而第3幅图呢却是什么都没有，漫天的洪水铺天盖地的倾泻下来。大概有10多张类似于洪水的草图呢，这些图画呢都是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来的。可以看到洪水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有些呢是被洪水冲走的树木，有些是被洪水淹没的人群。而这位天才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在大西洋法典的原稿里面天才设计的飞机、大炮、潜艇在他死后的100多年里都一一被造了出来。于是就有学者大胆的猜测呢，达芬奇的10张水灾图呢，很有可能是一位天才预测到了这个世界末日。甚至呢，历史频道还专门为达芬奇的末日预言做了一个特辑。而达芬奇能够在数百年前就已经设计出了现代的交通工具和兵器，甚至还能够预测到自己的死亡，那么他就有可能见证到人类的末日嘛？那么10张图中，洪水淹没了整个城市也淹没了人群，冲向了天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那么达芬奇是一位精通密码的大师，他的预知能力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那么的复杂。这场洪水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大洪水，也有可能呢是一场梦境，或是一场象征性的大洪水，比如说象征着金融海啸难民潮等等。既然天才能用10幅画来表现同样的主题那就说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无论这场大洪水有多么大的隐喻，但根据基督教的说法呢，大洪水呢就是一场末日浩劫。那么说起末日浩劫呢，一定要说达芬奇最著名的画作《最后的晚餐》。在梵蒂冈的研究员萨宾娜·斯福尔扎·加里特茨亚呢，对达芬奇生前留下的手稿进行了研究。他就发现在《最后的晚餐》中呢，耶稣背后的窗户上有一组密码，而这组密码呢，就蕴含着数学的真理。即使达芬奇预言呢，在4006年呢，地球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洪水，甚至可能将整个大陆淹没。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得出呢，现在的人们居住的陆地其实在创世之初呢就是大海，而大海呢就是陆地。所以在4006年以后呢，大陆很有可能就像达芬奇所预言的那样被淹没，成为汪洋大海。那么《最后的晚餐》这幅画呢，是位于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餐厅墙上的一幅壁画，是镶嵌在西方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根据当时的记载呢，该画整体大小呢有420乘以910厘米，是达芬奇取材自圣经马太福音而创作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幅，也是最具有历史价值的杰作。它被誉为是全人类艺术宝库中最完美的经典之作。许多人都曾经这样说过只要看它一眼呢，你就会在心底留下无法抹灭的印象。那么这一眼足以渗透人们的内心，使之成为人类灵魂的一部分。在最后的晚餐当中呢，耶稣坐在长方形的餐桌的正中央，左右分别围绕着6个门徒。耶稣以一种悲痛的姿势呢，将双手摊平在桌上，神情悲凉而又镇定。与之截然相反的是画中的12个门徒的神态呢却各异，他们各自做出了不同的表情、手势，并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惊慌、质疑、愤怒等情绪。那么坐在耶稣右边的叛徒犹大努力将身体向后倾，一手抓住桌子上的一个钱袋，那个钱袋里就装有出卖耶稣的30块银币酬劳的钱袋，而脸部呢却显得极其阴暗。那么这种骚动的局面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波浪形，越靠近耶稣的门徒的神态动作起伏就越大，
像是一幕被定格的电影，就足以透露出了12个门徒的不同的心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窗外明亮的天空，那是一片明媚祥和湛蓝的天空，仿佛就是一道圣洁的光环。或许正是这背后这种明亮的天空而衬托出了耶稣的光明磊落。根据梵蒂冈的研究人员对外披露呢，他们在最后的晚餐中就发现了隐藏着的达芬奇的预言。做出这个判断的就是梵蒂冈的研究人员加里特茨亚，他在美国洛杉矶大学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对达芬奇的手稿深有研究。他指出，这个有关于4006年的世界末日的预言就隐藏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背后的那扇窗户上，还隐藏着一个关于数学的谜团。加里特斯亚还指出，这个谜团呢是由12星座和代表一天24小时的24个拉丁字母设计而成。只要破解了这个谜团，就能够破解达芬奇末日的预言。他还指出，最后的晚餐中的预言和全球大洪水将会发生在4006年的3月21日。同年的11月1日，全人类呢将会遭遇最后的晚餐，即是世界末日。达芬奇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预言家。他之所以要把人类的末日预言藏在最后的晚餐当中是因为他认为人类在遭受了这次毁灭性的灾难的同时呢，也将是一个新人类的开始。关于这个预言呢，民间其实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就认为4006年毁灭人类的全球大洪水呢，将发生在一个星期五，即是传说中的黑色星期五嘛。因为耶稣被处死之日呢，正是星期五，埋葬耶稣的那一天也是一个星期五，而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正是耶稣的第13位门徒。传说中罗门圣殿被毁之日呢，也是星期五。那么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名为诺亚方舟的传说它讲述的正是人类被大洪水吞噬的故事，而大洪水发生的那一天也正好是星期五。像这种黑色星期五的事情例子还有很多，虽然呢它们都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达芬奇就像是诺查丹马斯一样是一位先知，而达芬奇的作品呢几乎都成功预言了一个个根本他不可能了解的时代。在他的笔记中有很多像谜一样的话语，譬如呢，世界呢会将出现全新的生物，他们将会进行无休止的厮杀，也终将面临死亡。上帝你为何不肯打开幽暗的洞穴和峡谷，将他们彻底的吞没呢？解除他们的痛苦，为何不将冷酷的一面收起来，展现出你那仁慈的一面呢？那么这条预言难道是他在幻象中看到了未来即将出现的一种未知生物吗？比如说像科幻电影中气候暖化，在南极冰融化之后出现的某种远古生物的复活等等呢？那么达芬奇的手稿的研究者们还做出了一些推测他们就认为，第一种，达芬奇有可能是星象学家。有些人认为达芬奇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星象家。从最后的画作《最后的晚餐》这一点可以看出，达芬奇的脑袋的上面的窗口就是黄道12宫。而有些人呢就认为达芬奇也有可能还是梦境师。他们认为达芬奇根据梦境来预测未来，是因为他的手抄本上有关于梦境的记载。第三种人呢就认为他是超能力者，因为他们说达芬奇早年就经历了一次奇遇，所以让他拥有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为什么他们都说达芬奇是异于常人呢？我们来看一看达芬奇去世之前的表现。在1519年的4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呢，达芬奇刚刚过完了自己67岁的生日，就突然开始着手安排自己的后事了。他详细分配了自己的所有的财产的归属，田庄给谁钱财给谁，家具给谁，包括连大衣给谁都安排得很明白。他身边的每个人呢，他都没有落下，包括厨师厨娘都分配到了部分财产，甚至连城里的一些穷人他都考虑到了。那么达芬奇生前对宗教并不算虔诚，但是他要求自己死后呢，要在某个教堂举办3场大弥撒，而在某个教堂呢还要举办30场小弥撒。条件呢是城里的每一个穷人都得手捧着蜡烛参加他的仪式，参加的穷人才会得到一笔不菲的酬金。周围的人都很高兴达芬奇能够考虑到自己，但是呢，他们对这位天才的行为也不以为然。虽然67岁的他呢，当时已经算是高寿了，但考虑到达芬奇的身体健康以及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所以他再多活几年呢，也是不成问题的呀。结果就在达芬奇用了1个星期的时间安排完他这些所有的后事之后呢，他突然之间就安详的离世了。医生的诊断证明是心力衰竭，就非常的神奇。当然了，预言呢只是古人的一种猜测或者是幻象罢了。因为传说地球上原本是一片荒芜，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之后呢，便开始了有人类逐渐的遍布了整个地球。他们原本生活的非常的简单快乐，但是金钱和权力的欲望使人类慢慢开始了猜忌怨恨，最终就形成了互相残杀的局面。
无休止的残杀掠夺呢，让整个人类啊充斥着暴力和血腥的味道。终于呢，上帝震怒了，他说：“罪孽啊，我要让地球上的人类啊和生灵从此消失。”于是呢，就发生了大洪水。而如今呢，世界的经济、气候、疫情和局势的动荡呢，难道不正是像达芬奇的素描画中所画的大洪水那样吗？如果人类啊还不醒悟，我们都将在这场大洪水中啊沉浮。好了，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1集哦。如果没有看到宇哥更新视频的话，别忘了点击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